们来看看美国好了。最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空中经常发生意外。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证实，一架 F-18的大黄蜂战机啊，21号晚间夜训的时候发生意外，飞机起飞的时候拉升，疑似发动机撞击地面，所以您看到在黑暗中啊出现异常的火花。飞机上的飞行员还有武器系统呢，幸好因为成功弹射逃生，没有大碍。可是飞机在30秒之后立刻炸成一团火球，一架20亿的战机就这样子没有了，就消失了。而且在美国海军美国海军在这个维吉尼亚州这边外海在例行训练的时候，同样就是这2天20号也是一样发生事故，然后坠海。也一样啊，飞行员幸好及时弹跳逃生，获救送医。这是美国海军近10个月来损失的第6架 F-18系列战斗机所以大家当然会希望说，哎呀，人平安是 OK 的，可是飞机有没有问题，还是人员的训练发生问题吗？不知道赶快把问题找出来。我们看到驻日的2栖舰失火，美军舰队运作捉襟见肘，同样的是来自于盟友的消息就是美国的盟友的消息，驻日美军的2栖登陆舰新奥尔良号20号前天在冲绳突然发生火灾，这是来自于美国海军时报的报道，说美军现在正面临舰队战备状态不足的问题那这一次火灾可能会让美国海军2栖战舰的短缺困境进一步凸显，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当然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军有问题，美国现在建军到现在是不是也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世界第1强大的当然它的军队在现在看起来在全世界还是第1强大，可是好多的征兆出来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的间谍啊，美军说有机密透过这个水兵，这个是美军华裔的水兵，他的名字叫做魏金超，说是在2022年的时候透过社群媒体接触一个人，那个人是中国的情报人员，可是也许他晓得，也许他不晓得，他就把一些密件秘密的一些文件泄露给他这包括是攻击舰艾萨克斯号等太平舰队的敏感机密泄露给这个情报人员，然后收1.2万的美元报酬。现在东窗事发，他被指控6项罪名，可能会判无期徒刑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现在做了一件事情大家就想说，哇，你要对委内瑞拉出兵吗？他派了这个驱逐舰3艘神盾级的驱逐舰，还有1支搭载大概4000名陆战队的2栖特遣队，派到加勒比海目标瞄准委内瑞拉。他说这个是毒贩我要向毒贩来施压。可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就说，我们这个国家你休想要来碰触我们神圣的土地。所以他也动员了450万民兵因应，而且下令全国暂停无人机飞行30天所以看起来情势有一点点紧张。这个时间点，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说话了，他说要声援马杜罗，就是声援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他认为不应该这个反对外部的势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他另外一方面也动手收紧这个马杜罗在美国境内的一些资产，包括私人飞机，包括豪宅，包括各种的豪宅、马场、9辆汽车还有珠宝跟大量的现金。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93阅兵即将开始了，现在在北京街头晚上都可以看到大型的武器，包括您看到这是媒体透露出来的，说是有一艘舰艇，它采用迷彩涂装在舰首的地方呢安装了一套遥控作战系统，所以外界像是军武迷就说可能是这一艘舰艇可以搭载无人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阅兵前夕，有一些军事专家就说了他们在做一个排练维和方队训练里头，他用的是 AI 来纠错就是譬如说你的这个排面偏差啦，他动作不对他都可以用 AI 来及时纠正提高训练的效果。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大陆有一些新的武器出现了包括这个高速直升机，据说跟美国的 S97高度相似，这也是从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出现的，它的外表像是这样。
分析指出，它的设计跟美国的原型机非常像，而且机身长度可以缩短，有利于海上的军舰操作。这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流出来的画面跟消息。来，请教赖老师。美国在这段时间以来，这1-2年，它的军事方面传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消息，好消息实在是少啊，所以这代表美国的军队有问题了。那为什么会有问题？可是他明明这几年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打仗，过去在奥巴马时代一直到这个拜登的时候都还在打仗，那一直到从阿富汗撤退开始，那是拜登的后段，从阿富汗撤退。那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几年都没有打仗的时候，怎么美军开始反而出现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是维修纪律有问题，训练纪律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美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过度的操演美国的军队，我们叫做过度使用。有时候你一个军队过度使用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疲劳的一个现象。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中东地区的战火不停先是这个欧洲的俄乌的战争，然后一直到中东地区的战火。那中东地区的战火，美国涉入太深了。涉入太深以后，就常常发生了紧张局势。例如说，前段时间就是也门胡塞组织对于以色列跟美国军舰的攻击，然后你看，这是去年这样整整打了1年，美国的航母就不断的过去，不断的在应对这个胡塞组织。接着今年的时候发生了伊朗的这个核攻击，就是说去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这个也造成区域间的紧张的时候，美国紧急的把它的亚太地区的航母派到这个中东地区来，然后造成这个亚太地区的航母空窗期，所以没办法，赶快把华盛顿号本来是第5舰队的，然后就拨到亚洲来，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在过度的使用的情形下的时候，他的军人就长期都在演习、演训，然后出任务，休息时间不够。休息时间不够，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下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弹性疲乏就容易出现。所以从这2-3年以来，不管在日本撞船，在韩国撞船，然后现在还发生在琉球群岛火烧军舰，而这个军舰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军舰是隶属于第7舰队，而且它是2栖登陆舰，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它在菲律宾或在澳大利亚的演习过程中，它常常都是主力的战舰之一。你想这一次的火烧，以美国现代的军舰的维修能力，这一烧那如果要进场去维修，又要花多少时间？各位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谈过，美国的核动力潜舰不是在南海触礁吗？也不晓得是触礁还是碰到什么，反正就是最后浮起来了，然后拖回去，也隔了1-2年以后才能够排到顺位进入维修厂。这代表美国的维修能力有问题，因此这一些触礁的、火烧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这些船舰，要等到排到它，那它就不知道何年何月。这代表说，美国的这一些主力战舰都会出现空窗的问题。另外，您看到的战机 F-35一直掉下来。F-35一个新的飞机掉的频率这么高，这不是好事。这次是大黄蜂。但大黄蜂已经掉3架了，这个还得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成熟的战机怎么会不断的在坠机？这代表是不是飞机有问题了，弹性疲乏了？会不会维修纪律已经有问题了？我觉得美国事实上是有必要重新的把部队都好好的再检查一遍，不然的话，我不晓得他们这样的一个还没打仗就已经把自己耗损的差不多，这个军队看起来是情况并不妙。对，画面上这个大黄蜂整个在空中变成一团火球，看得真的是蛮惊心动魄的。来请教舰长。之前大黄蜂有一艘掉到海里头去，那是在哪里发生的？在红海那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它的航空母舰呢，做大角度的转向。为什么要大角度的转向？因为开玩笑，这个胡塞拖鞋军的这个不知道是无人机还是飞弹来了，那其实他也已经快要穷尽一切方法，也就是快要被命中了，所以他才用这样转向来旋回。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看2战时候的那个中途岛的那个电影很像啊？意思是什么？
美军慢慢的在退步回二战了。那这个不是我讲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 USNI 美国海军学会它的新闻网，它讲的硫磺岛号，那它其实是黄蜂级的一个2栖那个攻击舰啊，它其实在8月14号的时候，它离开诺福克。那在这一次部署之前，它这一个2栖战备群已经很久没有出动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妥善率太低啊，那低到没有办法出动。那它没有办法出动，陆战队怎么直接的投射到前线？难道用跳伞的吗？那这就是问题嘛。所以不要看美军啊，每一次都做得很精神啊，其实啊，金玉其外啊。下一句大家自己想。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纽奥良号，那它在那个琉球发生的火灾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看到它是从21号的下午4点开始失火，那失火之后，他是说5点的时候，日本得到通知不要装了，你很早就得到通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日本的拖波啊，拖波早就在那边喷水了。你说，他怎么没往舱内喷呢？他在做舱壁的降温。为什么要降温？因为当失火的时候，海军的舱壁那个其实任何一种船都是一样啊，它旁边有隔热棉啊，那隔热棉烧起来那就精彩了，那就是一起烧啊，而且烧隔热棉就开始烧油漆，然后里面全部通通都是毒气啊，那它一直烧到什么？烧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才宣布，完全灭火。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性的画面。为什么？这一艘在进行演练的是哪一艘？新奥尔良啊。就是这一艘，他在去年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进行演练。我们看到海军演练就是这样，第一个穿着防火衣，拿着那个水龙带，然后拿着那他后面有一个拿着红色的像枪一样的，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其实就是热显像仪，因为在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舱内失火的时候，里面通通都是毒气啊，而且它可能是黑烟啊，那所以。最重要的也就是你要知道火点在哪里才能灭火啊，那就是要有那个装备。那我们刚刚看到它到底是失火在哪？我们刚刚看到特别就在前段嘛，前段到底是在哪里？烧到了这里，厨房啊，厨房这下面是什么？是储藏室啊，那惨了。为什么？因为厨房你是不是油太久没清了？你的那个排油烟机太久没清了，然后当你高温在煎牛排的时候。烧起来了，然后呢，烧起来之后，我们刚刚讲到烧到临舱就烧到这个储藏室，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当一个部队啊，它没有纪律的时候，实际上来讲就会衍生这些后果跟下场。董哥，大家看美国政府现在的行动是针对了委内瑞拉，那川普的动作，他其实是有步骤的。各位，你把他上任这1年半都来的情况。编排下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步骤。那这个步骤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关税下来，他想解决战争找普丁到美国那他觉得说现在要谈判就该你们了我这个武林仲裁者给你们铺了这个舞台铺其实是玩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普丁说可以啊，我愿意跟泽伦斯基碰面啊，请到莫斯科来啊，他怎么敢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川普很多东西喜欢玩，喜欢去沾。那委内瑞拉是他常年的一个心结啊。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委内瑞拉选总统，美国不承认了，美国要求马杜罗你必须把政权交出来，交给议长。议长是美国扶持的瓜伊多。那时候最介入下去策划这个人叫波顿，就是美国那时候的国安顾问。那国安顾问他开了记者会，就有人在看他手上的资料。这个媒体因为现在都可以远距离偷偷拍到，发现说他要求美国政府部署5000的军队到哥伦比亚，那就是跟那个相邻啊，跟委内瑞拉相邻。那你打算怎么样？后来马杜罗就跟美国就是直接杠上了，美国就对他做了非常多抵制到现在不准买他的石油谁买的话，美国就要找谁算账。但是他还是偷偷的卖很多石油到国外，因为这是他们国家最主要的财源嘛，他们是一个产油的大国。那后来波顿卸任了以后，跟川普也闹翻了。他在很多场合，他讲其实美国觊觎的就是
委内瑞拉的石油。那没有错，他们曾经要颠覆，要颠覆他，颠覆到什么地步？要派人去暗杀，然后雇很多佣兵在委内瑞拉里面组织一个傀儡的一个组织，就是说做很多动作。美国就是大拉拉的，反正委内瑞拉的武力跟我相去太远嘛，所以现在川普在玩什么？反正这个国家我随时要对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他的军队就开过来了。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这就川普要展现了。为什么？有人因为现在自己的川粉里面很多人讲，你干嘛对普丁那么客气，跟他铺红地毯，请他上你的坐车，这些都好像普丁是双普会里面唯一的胜利者嘛。那这个川普当然也有听到这声音，所以他要展现他很多强大。因为川普有个绰号叫 Chicken Out， 就说你就是一个胆小鬼，你就会很怯弱。他有时候就会去表现这些动作，所以他今天要把矛头对准委内瑞拉，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态度了。那其实现在不止经济学人讲的这种情况，现在各国很多对美国的不确定感、不信任，那他们开始投注向中国大陆，所以这个跷跷板一敲过来的话，对美国长期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不利。那其实这样的世界局势，也不只说我们这边感觉，全世界多数的国家都认为，美国虽然现在好像盛气凌人，好像处处得逞，但是接下来以后，你不获得人家的信任的话，你川普的政策带给全世界的不确定性的话，那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拥你为世界的老大。所以今天看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种慢慢的就会浮现更多的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其实川普对内有很多政策也引起了反弹，包括您看到他下令边界的这个墙，他不是一直筑这个边界高墙吗？他边筑边说这个墙全部给我涂黑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一边把它涂得黑漆漆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这个部长叫诺姆，他就说，这是来自于我们川普总统的 idea 跟建议把它涂黑了之后，它会吸热，吸了热之后就变得很烫那这些边境的非法移民他就不敢爬上去这个道理我这个不是很了解啦，也许物理学家或者是其他朋友可以来解释看看，或是想一想到底有没有道理阻止他们爬这个高墙。那另外在 DC 在华盛顿特区现在很多居民都在抗议，为什么？因为国民兵进驻了说是这边有骚动，这边要平乱，像是我们看到范斯副总统跟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他们跑到 DC 去这个某个联合车站，就去慰劳这些国民兵，还有发汉堡，然后就说这些抗议者都是疯子，这是范斯讲的，都是疯子。那国民兵进驻华府这件事情，川普他很得意，他说：“你看，我们现在 DC 非常的安全了，而且我本人也要跟军警一起夜巡街头。你看到很多居民拿出他家的锅碗瓢盆，在门口敲为什么？因为他们抗议耶，这是不满联邦政府接管的家庭在家门外敲打锅碗瓢盆他们说。”这个所谓的危机是人为制造的危机，本来我们这边是很安全的不知道为什么川普要针对这个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飞机客机的订单在中国大陆分布的情形。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空中巴士跟中国大陆说是有500架大订单。那这是 Bloomberg 彭博社说，中国大陆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在认购这500架比如东航认购几架这个中国国际航空认购几架，南海航空等认购几架，大概是这样子北京的当局说期待合适的时机会对外来公布。那对波音来说，它也要抢都不能让这个空巴这个一枝独秀所以传说他们也在跟中国谈说。也买我们500架吧那要挽救对中销售的低迷，因为前一阵子因为这个贸易战各种原因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是拒绝买波音飞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500架不小这个订单很大耶
这会结束从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访中以来的销售低迷潮。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达美航空的波音737传出了一次空中惊魂，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包括飞机飞到一半啊，这是达美航空8月19号在德州奥斯汀机场降落的时候，在画面上你看到飞机左翼的机翼有一块零件松脱了。根据 CNN 的报道，这是襟翼flap 断部分的这个断裂，成功降落到地面的时候，你看到整片零件在风中摇摇欲坠，机镜脱落，幸好是人机平安。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市场，当然它很大，所以呢，美国也不想放弃。像是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可能会先买进美国的小麦，这个消息一出来，在市场立刻有反应。中小型的散装船期货收盘的时候大涨，涨了5%。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学人》怎么说。他说，川普的关税受害国开始不甩美国了。所以中国是中间的受益人，因为从2015年以来，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出口已经加倍成长了，包括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有中东的出口金额已经超过对美国和西欧尤其现在川普在对其他国家几乎大动作的在做关税跟这个贸易战。那另外我们看看，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字，今天沪指冲上了3800点，再创10年新高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不断的创新高。那美股收盘今天很不幸的主要的指数收黑，标普500连跌，投资人为鲍尔可能发表鹰派言论做准备，因为市场有这样的心情担心鲍尔可能会这个不降息，因为虽然川普一直希望他降息，可是他坚守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当然是一直在讨好川普嘛，而且要证明川普的英明伟大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这个边墙确实是用金属所建构的那金属板，然后现在再把它涂黑漆，他说因为会吸热。那吸热的话，它比较不会反射，它会直接吸收，再加上金属，所以它温度会很高，造成这些非法移民者他不能够翻越过去，因为会被烫伤所以就不翻越了。那可以用锯的嘛，或者用挖洞嘛，这个也很难说，谁晓得？因为如果真的要去这个进入美国的话，我觉得什么方法都会去想。也可能不会是美国想那么单纯，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动作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当然会引起川普的关注。那川普会觉得说，很好，你这部长干得好，肯定我的功劳不过我觉得波音跟小麦的问题，还是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很有可能美国跟大陆的关税战可能快要结束了。我的判断了，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为什么？这代表说一个更大的交易跟协议正在进行中。美国这次能够对世界各国打关税战，最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它进口一堆商品、农产品、各种商品都进到美国来。可是第2大市场的是中国大陆，也就是说，美国是1年进口3万多就3兆多美元，中国大陆进口是2兆多美元，所以。第1名跟第2名相差7100亿美元而已，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是世界最大的第2大的进口国。那大陆的市场就造成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的，因为大家只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出口，其实很少人去关注到说大陆也是一个进口大国那就要像美国，大家只关注到它是一个进口大国。可是没有去关注到，其实美国在服务业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出口大国。例如说我们所有的数位经济都是服务业，我们把它放在服务业里面，它是一个出口大国。例如说我们的麦肯锡啦，或者是说金融，那个都是服务业。法律的问题，那个都是服务业。所以美国在服务业这个部分是赚尽全世界的钱，而且这些人力基本上来讲，它是属于专业知识的。所以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它的成本是很低的。那这个美国在这个部分从来不说它赚了世界多少钱，它只说你们赚了我多少钱。好，那如果说这个波音跟这个小麦这是真的的话，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
秘密的协议正在进行。如果会有这么庞大的交易额，那就代表双方的关税可能都要回到2018年之前。是，一旦回到2018年之前，那中国大陆可能是全世界跟美国的贸易来说关税最低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要关注后面的发展。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那个有关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啊，他做这样的决定，也就是这个栏杆上面漆黑色啊，那的确啊很聪明啊，而且他们这个栏杆做的很聪明啊。为什么？第一个，因为它的地基打得深，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那个这个电视墙上面的这张图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为什么会有挖土机，因为它要埋下去。为什么？因为它很重啊，而且呢，它在这个那个树的这一个栏杆中间只有2根贯穿，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意思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踩着上去。那你用绳子吊上去的话，然后就被刨落，因为那个很热嘛。所以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设计，但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怎么说？因为之前就已经被发现，墨西哥他们这一些人啊，无论是走私毒品啊，或者是人蛇集团，他们直接挖了地道，那个地道很深啊，然后直接跨越国境，而且直接的，当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城市了。你看是这，所以。用这种方法其实没有用啊，因为你的需求没有切断，因为他们非常多的家庭需要这种廉价劳工，那你没有办法切断这个需求的话，那就会有不断的供给。那我们讲到供给与需求，必须说，无论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小麦，或者是即将出现的大豆，或者是波音客机，这个都是中国大陆做对的一些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反看美国的话，美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是坚壁清野，也就是我就是小院高墙，管制你的那个晶片，管制你的科技，然后逼着中国大陆非面对这件事情，让你没有办法绕路，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讲到美国，它就是逼着中国大陆非绕路不可。可是现在，我让你有的时候买得到，有的时候买不到，你还真的不敢放弃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然后就变成说，最后你还是依赖中国大陆，然后关税就谈得出来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董哥。今天台湾有一个大新闻，就是黄仁勋来了。黄仁勋来干嘛呢？他来跟台积电道谢。他说台积电帮我做一个 Rubin 这个架构是新的架构。那我坐飞机专程来感谢，我晚上就要走了。这就是大企业家、大老板的风范啊。今天韩国也开了一个记者会，由总统亲自开。韩国总统开的就是国家的 AI 政策，我们经济。未来5年，我们投资100兆，那他们财政部提出了他们的那个，他说我们今年的出口本来1.3会降为0.2，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本来1.8会降为0.9，这是很务实的。新的李在明总统，他要抓住韩国的未来，他知道 AI 是非常重要的。黄仁勋是 AI 全世界的龙头，他知道他新的产品必须依靠台积电。今天的《经济学人》刚刚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川普，你不要再去扶持你的英特尔。”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现在最夯的就是莱尔校长了，又有新的2创作品，我们赶快来看看。你怎么可以闯红灯？我不仅闯红灯，我还撞人。
好，这是关于823的包括核3研议公投的一个动画片哦。莱尔校长现在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当然是对现代政治的讽刺，尤其是赖总统。那赖总统今天本尊在做什么呢？下午他到苏澳区的渔会出席一场叫做业者座谈的活动哦，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记者传回来的画面是在进场的时候，在简报的时候都有公开，可是正式跟渔民或者跟代表们座谈的内容是完完全全不对外开放的哦。那是不是担心有人炮火四射还是担心说赖总统又讲错话？因为毕竟过去有前车之鉴，像是团结10讲啊。勘灾3讲啊，都翻车了，所以他是不是不敢在媒体前面在讲话万一又说错话对于他现在的民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另外，我们看到民怨到底在哪里，就是这些现象，包括你看到这个丹纳斯台风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啊，在南部像这样子的光电板还没有处理完，彭启明怎么讲？他说都是业者害的因为业者在意处理费用，小气，不付款，所以延宕，到底是在讲什么？你可以处罚他吧。好，蔡英文曾经在2016年对于浮动型太阳光电计划按赞，如今变成这副光景。你看人民怎么可能会开心？那另外我们看看我们的国防预算，明年国防预算将近1兆总共是9495亿，创下新高，占我们的 GDP 是3.32%这个水准真的是比欧盟比这个 NATO 都还要高。我们来看看呢，这样子的预算呢都是用在哪里？包括退出役官兵的退休给付，还有海巡署的支出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呢各种的营业特别预算这一些，所以呢加起来是3.32%的 GDP 那今年度增加了1768亿，增加了22.9%的年增率所以也很多专家现在正在检讨这一笔预算到底编得合不合理，还是只是想要给美国爸爸看的。那徐巧芯今天很生气，他说：“你们已经输到脱裤，还不放过国家？为什么？我们的包括这个志愿役包括军警的加薪，已经在立法院3读通过了，结果你们还要释宪志愿役调高加给调高到3万元，是立法院通过，并且经过总统公告的法律条文。”你们要释宪，我不管你要释宪还是不释宪，现在就是法律，你应该要依法编列预算，不编就是违法，所以他很生气。那网络上很多军人更生气，炸锅了，青鸟狂喜，民进党军公教加薪4次，比马英九时期还多，因为他们要转移焦点嘛。民进党你狂砍军公教，怎么不敢提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了钱这件事情很多人愤愤不平。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医药界的问题。卫福部有一个叫做 AI 绘图竞赛，他就请这些医护人员来征文有一名医护人员非常有创意，他是急诊室的医生，你看他创作用 AI 创作是这样，有没有？这个急诊室塞爆我们的卫福部部长这样子站在那里面这样子这个好像是说很好，跟大家来这个打招呼他在讽刺现在的状况，急诊室人手不足，塞爆了包括您看到这张图，这是在网络上面流传，有医师张贴公告，叫做急诊目前医护比1:13，如果你不想要等，你可以到其他的急诊就医，这个很正常告诉你现状如果你的这个病情很严重，你到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处理不了。结果后来你知道这个医院是双和医院，因为大家有找出来叫双和医院，他们很生气去处理提出问题的人。他说以后禁止张贴未经主管审查的任何形式公告。你以为蒙上眼睛就看不到了吗？我们的急诊的问题，医护人员这个人手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嘛。包括邱泰源在今年2月的时候去突击急诊室，结果长官来，底下的人就赶快把这些急诊的人员塞到普通病房让营造出急诊很顺畅你看急诊都人很少，很清爽这样子的一个假象这就是在做假嘛，在造假嘛。我们来看看馆长结束了深圳、澳门行，他回来说了什么？
民进党执政9年，只会贪污，只会把山林砍光建光电板，台湾哪有什么进步？台湾政府真的要跪下来跟全体人民道歉，都不做事的，整天吵吵闹闹，整天贪污腐败，整天演戏。来，先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莱尔校长现在真是非常火红啊，但他讲出了台湾非常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赖清德他现在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他有点像马英九执政后期一样就是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觉得不好，会非常讽刺。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到苏澳议会他就不敢再敲锣打鼓了，因为今天如果再真的公布的话，明天投票我看一定又是一片哗然那我们苏澳议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马英九时代可以再调一台附近去补遗。从蔡英文当选就不可以，日本人吃你够够，民进党对我好，那我们对民进党执政的台湾，我们就是这个态度，所以你完全看不到我们现在政府该有的担当，每天在讲主权，结果碰到日本人主权就没有了。那我觉得目前的台湾社会其实让人家非常感慨，都觉得政府没有在做事啊。你如果到外面去访问老百姓，觉得说真的不晓得政府在干嘛，只知道他们在搞大罢免。彭启明讲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讲了志宏池在嘉义那志宏池7月6号台风来了，然后把这些光电板把它弄坏了，弄坏了以后你一直清除，清到现在还不清，清不完，然后只好跟台糖借一块租一块地来放。那大家对整个光电政府的想法。他就非常鲜明了，你们到处放光电，对不对？渔文也放，农地也放，山林砍了51公顷也放，就像刚刚馆长讲的，然后海洋也放，那放了结果经不起一个中度的台风，到现在1个多月都没办法去处理，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民想的。那你给光电的人这么多的优惠，花那么多的钱，你给你那些文化打手那么多的钱，对不对？你给你亲你的那些媒体三明治媒体那么多的钱，然后你现在要你花给国军，依照法律经过的，法律通过啊，总统公布的就是法律啊，你不能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你行政院不执行，你如果不执行，怎么可以说我将来要释宪？你知道这个法律什么时候通过吗？今年1月7号，今年1月7号立法院3读通过，我们现在8月22，他没有去释宪。他没有提复议，没有提复议就表示你同意了嘛，总统就公布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之可恶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我就公然违法，你拿我怎么样？他就是义务这种样子。卓荣泰现在敢这么大胆，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地位很巩固嘛。反正林右昌已经替他下台，这次726的选举有人下台了，很高兴嘛，下台了又换上他的同班同学徐国勇，要他。整个他们卓家的天下又更巩固了嘛？那但是你不能这样做啊！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责任的内阁，选举选输了，老实讲，卓荣泰是应该下台的。各位朋友，我们过几天棒坛最有名的一堂今年最精彩的，有个叫林志胜的选手，他要退休了，他的绰号叫大师兄9月5号到7号，大家要到大巨蛋为我们的那个加油那。这明天晚上投完票，夜过凌晨12点半，我们少棒的小朋友在打怪亚军威廉波特，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各位一定要加油我讲这个顺带一提但是我要告诉你，卓荣泰本来已经离开政坛了，他怎么出来的？2018年，民进党选输了9合1选举，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行政院长卓荣泰那个赖清德因此下台然后就很多人讲。他蔡英文也要负责蔡英文党主席也下台了，那下台以后，很多人就去簇拥说，应该让卓荣泰出来卓荣泰出来的理由是什么？郑文灿那时候是唯一连任的，他讲大声话，他说卓荣泰是我们中生代的大师兄我要讲一句话，林志胜叫大师兄，卓荣泰也叫大师兄。大师兄，你该退休了啦，不要再恋战啦。对，棒坛的这个我们职棒的大师兄即将退休了，所以是不是有人也应该要退了？这个连结的非常好，来，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志成兄的这个结论下得很好是，这个可能是一般台湾的民众的心声。是，其实我们不希望大师兄退休了，真正的大师兄啊，因为还是想看他打球。但是不希望另外一个政坛的大师兄还留在位置上，希望他赶快下台。不想他离开的他要离开了，然后希望他离开的他恋战不走。这个真的是很讽刺。莱尔校长为什么会红？为什么会夯？老老少少都知道。我讲是老老少少，很多年纪大的长辈跟我一样大的他们都知道莱尔校长。这代表什么？他映射了这个赖清德映射的非常贴切。这个让大家真的是感同身受，就是说这么简单，这么简约，然后就把赖清德的个人的形象这个刻板印象，这个刻画的如此的淋漓尽致，而且他周边的那些人，每一个人的性格都那么鲜明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而且最主要是太解气了。解气完了以后就愤怒，为什么会愤怒？就会觉得怎么这么无能，怎么这么无知识？我们用一个很普通的话讲，就是说，怎么会选出一个这么没有本事的人？这么没有本事的人来领导这个台湾，我们台湾现在怎么办？给他搞得乌漆嘛黑的，实讲都不敢再讲了因为大家看得出来，他的实讲、他的知识、他的逻辑他的尝试各方面都不足，然后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让民进党也头痛，非民进党的更扼腕。好，我们就来看看蔡英文是不是比赖清德更好？其实一样差。为什么？光电板，现在光电板它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造成多大的伤害？当时坚持要搞，也没有去评估台风的灾害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它到底能不能经受过那个中度的、轻度的、强度的台风？什么演算都没有，就是一张嘴，然后把光电谈得多美，光电很重要，我们都同意。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主张的是台湾的土地面积大小适不适合这个光电。我们当时就一直在诉说台湾的土地面积大小适不适合，然后我们再谈到风力发电，台湾的自然的物理环境、气候环境适不适合，而且最后谈到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你不要反而把生态破坏了。当时苦口婆心说，不要把渔温的生态破坏了，不要把海洋的生态破坏了。好，结果果然我们担心的是全部发生以后没有人负责。当初拿了民进党用我们人民纳税钱，不知道拿了多少钱的光电业者不负责，这些拿了文化部各种钱的绿营的那些人那些所谓的青鸟不负责，因为他们当初吹嘘的多好，到今天没有站出来谴责，没有要求这一些当初的决策者要认错道歉，要赔偿，把我们的环境破坏成这个样子，都没有人负责。坦白说，真的是很可悲，也是为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会现在台湾人会那么郁卒，都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再待下去的话，都觉得快要造成精神分裂了，因为实在是郁卒到不行，气到不行。民进党执政8年，再下去又要这样子，还要忍受4年，这个大家会觉得实在是痛苦还好，不到4年了。已经过1年了，已经过了1年，对，希望赶快结束因为再他们下去的话，真的是我们也受不了了。好，既然你要大家去当兵，你就要给愿意去当兵的人更多的好的待遇嘛。你不要说骗人家去当兵，进去了以后，结果待遇不给人家，这个就是言而无信哦。尤其是政府言而无信，很多人在当兵的人就觉得说，本来不是说要给我这么多吗？那可能明年就有一堆就要退伍潮了。我觉得当大家自愿意在退伍，就用强制征兵的方法，坦白说，征出来的兵能打仗，我才不相信呢。对，你就答应人家了，就应该要给啊！这个言而无信，实在现在就是打算赖账。是来，舰长。我们看到昨天，行政院通过了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总预算其实就是一个饼。那如果给国防预算切的比较多，那是谁切的比较少嘞？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是
这2年，也就是上面的是明年的，那下面的是今年的。那这2张图不是我个人做的，这都是中央社做的啊。那我们先看一下顺序的。那如果我们看第1顺位是社会福利，第2顺位是教育及科学文化，第3是国防，第4是经济发展。那去年呢？那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第1、第2都没变，第3变了，也就是原来经济发展是在第3位，今年已经跑到第4位了。那我们再看看它里面的内容到底改变了多少，那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也就是社会福利变多了，但是教育预算变少了。那国防呢增加了3.2个百分比啊，可是呢经济减掉了3.1的百分比，可是经济投资的是未来啊。那如果我们的未来都产生了问题的话，那我们的军事又有何用呢？那而且呢，更奇怪的是，一般政务你增加了1.2%，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行政院你要不要解释给我们听呢？那的确啊，就像那个刚刚无论是赖老师或者是那个董哥都讲到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关于军人的部分啊，你不能啊，因为这几年就是都没有战事啊，然后你就嫌我们活得太久，然后就砍我们的年金，你不是就是这样吗？然后而且呢，那个我们看到啊，我们现在有这很多御用学者啊，在哪里？在国防安全研究院里面。这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这个御用学者，我也不用讲是哪个所的所长啊，他说啊，提高军人待遇啊，具有正当性。而且呢，绝对必要。但是后面开始讲的就是，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年，那到底是哪一天呢？等到你退伍的时候，那一天，然后砍你的年金，不是吗？我们在对照他以前讲的，也就是他说那个不要挡国土安全预算，就是这个人同一个人讲的啊，他就讲说那个强化投资防卫韧性是必要的，不是想要，不是要军备竞赛，而是要满足基本防卫需求。你把它前后讲的你对一对，你不会觉得你的脑袋一片混乱吗？这就是我讲的，绝对有那个证据的。你就是御用学者，今天哪里顺风你往哪讲。今天他是学者，他号称博士嘛？没有，他没有博士吗？哪一个学校？他是那个淡江大学的。那不管他是什么学位，反正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上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哦，如果现在他都在现役军人的面前砍你的，就是不编列、不编除你的应该调升的预算，你确定有一天打仗的时候，不幸你在沙场上面阵亡的时候，他会给你的家小抚恤吗？这就是我们当军人每一个心中最沉痛的悲哀。对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哦。国防当然很重要，武器重要，人员也很重要。